歡迎來到新聞頻道，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肖戰1年3劇橫掃4平台，內娛流量霸屏是突圍還是隱憂？2026年的影視圈有一個現象級事件繞不過去肖戰一個人。3部劇橫跨央視8套、優酷、愛奇藝、騰訊視頻4大平台。諜報上部封頂6月18日已經在央8和優酷播完，小城良方暫定8月17日登陸央8和愛奇藝，時日中煙則鎖定2027年暑期騰訊視頻。3部劇題材完全不搭邊，民國金融諜戰、東北基層醫療、中式無限流懸疑。一個演員在同一年裡把這3張牌全打出去，放整個內娛來看，確實是極其罕見的打法。但熱鬧歸熱鬧，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浮出水面，這種全面開花的排播密度，到底是肖戰個人職業規劃的主動突圍，還是整個行業對頭部流量過度依賴的縮影？央8連吃2部，平台在壓什麼注？先看平台端的信號。央視8套在2026年暑假檔連着排了2部肖戰主演的大劇，一部諜戰，一部醫療。這個待遇在近幾年的央8排播表裡幾乎找不到第二個演員能匹配。更值得注意的是，小城良方在2026年1月9日就入選了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劇看總台年度重點片單，是近5年來唯一一部沒殺青就被央視預購的劇集。到了7月14日的總台大劇大片共創夥伴大會上，這部劇直接占了 C 位展台。這種提前鎖定加重點推介的組合拳，說明主流平台對頂級演員的信任已經不是試水級別，而是直接壓注。網播端的格局同樣有意思，優酷拿了諜戰，愛奇藝拿了醫療，騰訊視頻捏着2027年的無限流大作。3家平台各占一部，題材差異化明顯，但核心籌碼都指向同一個人。這不是巧合，更像是平台在用肖戰的票房號召力，分別去攻占各自用戶群體裡最稀缺的內容賽道。優酷要的是強情節諜戰用戶，愛奇藝要的是現實題材受眾，騰訊視頻要的是年輕化懸疑群體。而肖戰在這個局面裡的位置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從過去被平台挑選到現在參與項目選擇，他在3部劇裡的角色類型跨度之大，很難想象是被動接戲的結果。3種題材，3條完全不同的路，把3部劇拆開看，題材跨度確實離譜。諜報上部封頂走的是高概念強情節路線，正午陽光時隔10年重回諜戰賽道，侯洪亮製片，張開宙執導，肖戰演的任少白是黃埔軍校出身的地下黨，潛伏在1948年南京國防部，靠核查軍費賬目當掩護，從物資單價和貨幣波動裡挖敵軍兵力部署，賬本賺情報，昆曲暗號，算盤解密，全套金融諜戰的新玩法。這是肖戰第一次挑大梁正統諜戰男主。周雨彤演的數學天才藍又因跟他從敵對轉合作，配角還有古志新、鄭嘉賓、馮輝這些實力派撐場。小城良方則徹底換了畫風，張曉波導演，檸檬影視出品。肖戰演的劉增亮是個遭遇醫療事故後手抖、患恐血症的天才神經外科醫生。心灰意冷回東北老家鄉鎮衛生院重新做起，為了這個角色，肖戰減重了15到20斤，專門學了東北方言，還去醫院體驗生活。倪大紅演佛系老院長，姜妍演護士長兼殯葬店老闆，張國強、陳瑾、丁嘉麗、劉華一堆老戲骨扎堆。全劇30個單元病例改編自真實事件，烤紅薯保溫疫苗，殯儀車轉運病人這種土辦法破局的橋段，黑色幽默加東北煙火氣拉滿。時日中煙是3部裡最野的一部，許宏宇執導，
改編自番茄小說《巔峰榜》同名原著，中式無限流懸疑，世界觀融合24節氣、象棋等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不含西式籌碼。肖戰演的旗下在中胭脂的每10日一次輪迴中失去記憶，靠執念要回到現實救妻子。3季連拍72集，總投資超2億元，是國產首部中式無限流懸疑劇。魏大勳、胡先煦特邀主演，李治廷、李澤鋒、李婉達等一眾演員加盟，陣容豪華程度在3部裡排第一。從民國到東北小城到奇幻異世界，從金融暗戰到基層醫療到輪迴懸疑，這種跨度放在任何一個演員身上都是極端的選擇。流量保險的 A、B 面，站在行業角度看，頭部流量帶動製作升級這件事，正面效應是實實在在的。諜報上部封頂優酷預約量衝到 141.8 萬，創平台待播諜戰劇新高。迪士尼直接打包12國同步播出。小城良方愛奇藝預約突破75萬，豆瓣超15萬人標記想看，路透視頻全網播放量累計超21億次。拍攝地遼寧錦州旅遊搜索量暴漲 460%。10日中菸騰訊視頻預約接近150萬。2026年7月28日，國家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司長馮勝勇還專門帶隊去青島東方影都調研了劇組。3部劇加起來預約量超過360萬，這種數據在未播劇裡屬於相當炸裂的存在。但反面的聲音同樣不能忽視。當有肖戰成為項目融資與招商的核心籌碼，資源過度集中的風險就開始顯現。中腰部演員的生存空間被擠壓，創意趨於保守，題材同質化的隱憂也在積聚。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小城良方這種扎根東北基層的醫療劇，如果換成沒有這麼強票房號召力的演員，央視和愛奇藝還會不會給到黃金檔加獨播的待遇？這個問題可能比追哪部更值得琢磨。流量本身不是原罪，但當行業把雞蛋全放在少數幾個頂流的籃子裡，整個生態的抗風險能力就會變得脆弱。一種模式，兩種賭法。回到最初的問題，肖戰這套3部曲打法到底是什麼？從個人維度看，這是一個頂流演員主動拓寬戲路，證明自己能扛住任何類型的極致樣本。諜戰、醫療、無限流，每一部都是完全不同的表演邏輯和市場定位。他在用作品密度和題材廣度給自己的職業生涯做壓艙石。從行業維度看，這又是流量時代資源分配邏輯的一次集中展演。4大平台搶着要，3大出品方壓着做，核心驅動力不是題材本身的稀缺性，而是肖戰這2個字背後的確定性。兩種賭法都成立，也都不完整。一個演員能在同一年拿出3部頭部大劇橫跨4大平台，這件事本身已經超出了常規的職業規劃範疇，更像是行業結構和個人，是能在某個時間窗口的共振。至於這種模式對年輕演員來說是一條可以借鑑的路徑，還是一種不可複製的頂級流量特權，恐怕每個人心裡都有自己的答案。你覺得這種全面霸屏的模式對整個影視行業來說是好事還是隱憂？